夏商及西周兵至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夏朝的军事制度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干事》记载，夏王控制军队，旗下有60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翼，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5000征土方，殷墟书契后边上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旗令五族树叉，殷契淬边，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夜王氏、殷墟书契续边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需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2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座3师右中左，殷契淬边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殷墟文字以编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足、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足、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程度。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记事，军权集中于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种军御史司徒、司马、司空、亚吕师事、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目视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需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今文中有西6师、成周8师、殷8师的记载。禹鼎、咬胡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下官称，凡治军万有2500人为君王，6军大国，3军次国，2军小国，1军军将皆命卿，2000有500人为师帅皆中大夫，500人为旅帅皆下大夫，100人为族长皆上士，25人为两司马皆中士，5人为武皆有长。在经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于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持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几何可刺可斩，便于近战的短剑。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炮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精气筋骨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将和掳掠。
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春秋兵制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到前476年，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记事，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侯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施令。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氏军队、士族军队组成。公氏军队多见于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低士和农，是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是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及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需接受军事训练。3季务农，1季讲武，每隔3年进行一次大演习。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族、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族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及士族军队，其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是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义甲，有的属于国军，有的属于卿大夫，是公氏军队与士族军队的普通。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兵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一般不超过100乘，所谓百乘之家。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到6000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到3000乘，还出现了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4匹马驾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族20人。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族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于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鲁宋陈蔡魏等国伐郑，败郑屠兵。左传隐公4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录。公元前541年，晋军与敌人交战，因敌人用步兵进将未输，毁车，以为行伍成为3伍。左传昭公元年，吉林时拆散车兵建制，将5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3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于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5人为一伍15，50人为一小营，4小营，200人为一族10族，2000人为一旅5旅，1万人为一军。据《左传》记载，晋军有5两族旅士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郑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需随身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果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流通。到达某城邑或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后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做周兵、做丘甲、做丘赋、量入修复等。左传西公15年，成公元年，昭公4年，襄公25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征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